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面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现代网络中心战与乌克兰的军事行动。21世纪的战争与20世纪的战争最大的不同是依靠信息技术的加持而带来作战效能的巨大的突破。指挥与侦察系统、空天武器装备和精确制导武器在现代战争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俄罗斯军事科学院的教授马可连科认为，如果说之前主要力量集中于改进武装力量的打击和战斗的要素，现在前沿的改进工作主要涉及指挥与侦察系统。军事革命的技术首先基于信息和电子领域的成就，用于改进武器的精度、射程性能，让侦察与监视更完整、更高效，提高压制敌方的能力，高效组织指挥部队的行动。但是开诚布公地说，乌克兰的军事冲突并不像新型战争，而是按一战时期的消耗战的模式实施。因此，乌克兰的军事对抗是不是新型网络中心战呢？俄罗斯的战术在多大程度上是成功的？这一战术是否符合现代的挑战呢？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防部提出了网络中心战，这一实施战争的新构想，起初是在海军中将塞布罗夫斯基的领导下制定的，而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是力主军事战略朝新方向升级的积极的倡议者。美国空军上校约翰沃登是空军力量运用领域的专家，他在自己的著作《空中战役：制定计划准备战斗》中强调了空天力量的主导地位，强调航空兵最高效的运用应该是在战略层次。同时沃登还论证了战争主要目标是打击与敌人生命攸关的各类中心，这可以最快的达成政治目标。他的五环理论可以把所有的战略目标分为环环相扣的五类，其中最关键的一环是位于最内部的领导层。因此呢，最高效的战略计划总是首先聚焦于领导层，这就是斩首战的由来。目标明确了，手段也很快就丰富起来了。随着空天力量、精确制导武器和信息装备作用的显著的提升，新型战争呢，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非接触性。技术精良的对手之间，军事冲突的可能不仅仅是局限于非接触行动，但是在任何情况下，精确制导武器、空天武器装备、指挥与侦察系统都在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现代战争中争夺空天制权意义尤为重大。依靠获取的空天信息优势，能够有效地提高精确制导武器弹药的毁伤效能。特别是在实施战斗行动第一阶段，要高度重视使用海空军的航空兵和巡航导弹对敌人武装力量的指挥系统、防空系统实施密集的突击。首先呢，打击敌中远程地空导弹系统，歼灭他们之后，可以让航空兵从中空在敌人近程防空装备集群的杀伤区范之外，高强度的使用空面武器系统实施最有效的突击。在战争的最初时节，应该摧毁敌方的军政决策机关，消灭敌方的主要领导人，瘫痪其行政和军事指挥体系，同时应该尽量的打击其国防工业生产体系，事前打击对方的重大民生设施。这些都是最近的冲突乌克兰战争的经验教训。如此同时，为了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应该建立多国联盟，实时开展战时动员，确保前方兵源充足，后方公民热情，积极实施认知作战，瓦解敌方士气等等，也是网络中心战应有的内涵。现代条件下，信息宣传的意义显著增强，媒体在社会意识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谁掌握了话语权，谁就掌握了认知作战的主动权。乌克兰战争中西方猖獗实施了目标明确的信息欺骗，重点强调俄罗斯的罪行，却对乌克兰政府长达8年之久的对乌东地区俄罗斯族居民的犯罪行为只字不提。另外无人机在战场上出现的时间不长，但是运用的效能却很高。察打一体无人机的使用表明，在未来的战争和冲突中，无人机是最有前途的装备。乌克兰的军事冲突是新一代的网络中心战吗？网络中心战的首要目的应该是推翻政治领导。美国多次在利比亚和叙利亚进行了展示。
但是俄罗斯目前并不打算推翻乌克兰现政权，普京只是试图迫使泽连斯基接受俄罗斯的条件，举行谈判，保持现状，让基辅放弃加入北约。其次，乌军利用西方国家的全面支持，获得大量的军事技术的援助，在信息战领域展开工作，而俄罗斯至今也没有明确军事行动的目的、任务，只是做出词不达意的政治声明。好，这期话题我就评论到这里。